请借我短短的几分钟，让我告诉你该怎么替自己勇敢一次和适度反抗的力量。Hello guys， 我是内靠不喵，欢迎回来每个星期二晚上的说书时间。你的善良必须有点锋芒，在2017年全球卖爆，直接在中国被选为心理励志销售 No.1 的书，网络好评不断，不少说书人都搭上了这波网络风潮。除了我以外你们也知道，其实我不是很喜欢跟风了，因为慕言哥的关系，从那时候开始，中国就不断有类似这样的鸡汤作品。好奇如我也去书局翻了第1集的锋芒，当时的第一印象就是写得很口白，类似的言论我在不少国外的情绪勒索文章也能看到。那现在出了你的善良必须有点锋芒2，让我大大吃惊，什么东西还能出第2集？我是带着轻松的心情翻开这本书，然后老泪纵横的依依不舍合上它。接下来我会先说我在大学里发生的一件事，也许很铁的小猫们都听过了。我会在这个故事里带出这本书要传达的最重要3个核心重点，希望大家看完影片之后，能从故事和书中找到一点点借鉴的力量。我是东海大学美术系第100届的毕业生，美术系的传统就是毕业之后要办一个毕业展。那一年我们的策展人很有野心，想来一场北中南的巡回演出，台北、台中地点都很好找，南部基本上选择不多，所以我们办在高雄博尔的仓库。有去高雄玩的人就知道，那是在港边用货柜搭起来的文青场地，展场琐事很多，大部分的同学都要负责布展，有可能会需要带导览照顾作品别让有心人士破坏等等。一般会安排2个同学布展，方便照顾彼此。不过这个时候有个同学跳出来说，他上午没办法布展，他需要跟他的指导老师沟通作品，请策展人找个人先替他顾一下。当时都是大家毕业制作的最后冲刺时期，谁有空愿意多顾展，谁又愿意多顾展。看着策展人苦恼的样子，我很自动的跳出来说要帮忙。高雄人大3就开始准备毕业制作，我不是特别有空，只是我觉得一个上午一定还可以撑一下。博尔的顾展空间是不能吃东西的，也不能提供茶水点心，我自己一个人顾展一定会准备好水和饭团。就偏偏那天我以为不会太久，想说顾完展览就直接回台中的学校整理论述。我身上除了衣服和话剧以外什么都没有，就这样一顾到晚上7点，没有水，没有吃，不能上厕所，不敢离开。中间我发过3次 FB 的文章，详细贴文不是很记得了，好像是上午是到1点吗？天哪，好饿哦，好渴，还没到吗？哪里嘞？太阳都下山了，会不会太夸张啊？当那个女生带着苹果的笔电，脚踩高跟鞋，脸上带着歉意的笑容走进来，我头也不回的1秒奔离会场上厕所。by the way， 展场结束时间是8点，他只顾了1个小时。当天已经太晚了，我带着倦意和满肚子怒气回到高雄的家。我还记得妈妈才刚下班，我开 FB 的讯息当场傻掉。那个女生写了一篇这样的贴文：好阴险的人只会在背地里放冷箭，再也不跟这个日系女合作了，难怪全班都讨厌你，恶心。接着就是下面一大堆我们班的人回复她，好可怜哦，天哪，怎么会这样？他就假好心，你不知道吗？我还记得我1秒崩溃，在那篇贴文下跟她说对不起。我记得她回复不用了，会有下次，原本还想请你吃个饭，贱人。我另一个大学同学跳出来缓答，劝他不要这样，但已经来不及了，全班都把炮火转向我。策展人打电话给我，他说要给那个女生罚钱，我拜托他不要，因为我很怕他又在说什么让我过得更惨。后来我没有再跟班上任何一个人说过话，我没有参与毕业照，连最后的毕业典礼我也只是穿着学士服快速走完流程，然后迅速的收拾完东西回家。他是一个导火线，让我变成黑羊，谁都有资格践踏我最后的日子。我求学阶段遇到很多事情，我以为高中就已经够惨了，但大学真的才是精华。高中欺负我的人会带着恶意造谣抹黑，大学霸凌我的人几乎都没有恶意，他们是认真觉得我才是对的。这种人站在自己的立场看世界，在他们的价值观底下，所有跟他们犯冲让他们不顺利的人都该死。别人出于好意帮忙是应该，别人在帮忙的过程中遇到困难是活该，把困难宣告天下求助的是该屁该。你的善良必须有点锋芒2就提到，帮忙应该是要有额度的。当12点他打电话给我说他人还卡在台中的时候，我就应该要找策展人求救了，但我没有，因为我怕他被罚钱。当他4点的时候跟我说他才刚上车，我就应该要起身走人，但我没有，因为我觉得这是责任问题，我需要顾好整个展场。面对一个毫无责任感的人，为何要
要扛下他的问题。书中这一段话我引用的刚刚好。当你要谈善良，就一定要谈公平。如果只是一昧的求对方善良，而自己做不到，甚至怨对对方忘恩负义，那你就切莫去谈善良。你自己躺在幻想里，却不考虑别人的辛苦与委屈，就不要怪别人有天对你爱不理。于是我们带出了书中的第一个重点：不需要讨好不值得讨好的对象，生活不该活成一场妥协剧。可能会有人觉得很奇怪，事情怎么会严重到这个程度？至少当初我是很困惑的。其中一个策展人跑来跟我说：“你是不是有跟他说你能帮他顾一整天啊？”我记得我翻了一个大白眼。这句话我是说过，但我是提前1个星期前说的，我是希望他早点跟我讲，让我能有准备食物跟水，跟当天放我鸽子的状态完全不一样吧？猜猜有谁会听进去呢？没有人在意我的解释，误会已经造成了，想去多解释，根本也没有人愿意去听了。即使是拍影片，在网络上也会有很多人喜欢扭曲我的意思，就会说我讲话前后矛盾啦，女权主义啦，传递错误讯息，还一直叫大家抖内啦，只想骗钱的 YouTuber 啊，这些我都听过。我会在直播补充说明，想要解释清楚。可是做了这么多次自我陈述，每次会听进去的就是那些本来就已经支持我的人，真正想要解释的对象早就因为他们的既定认知而离我远去了。就跟那些只看到表面就开枪的大学同学一样，没有人感激我一个人当了2天的站哨。误会产生之后，他们只想把生活的不顺遂发泄在我这个衰鬼上，越多的解释只会让自己越无力、无奈、无所适从，最后陷入更难以拔起的泥沼里。经历这件事情，让我深刻的学会，群体非理性的暴力随时都在上演。伤害别人的人往往不记得自己的残忍，因为痛的不是他们。被误会当然很讨厌，但奋力去解释误会作用真的不大。在不想理解你的人身上浪费时间，不如早点转身做好自己。误会和不理解都是日常经历，和看清与看清，这叫做长大。所以重点是保持清楚的思考，给自己一条底线，别浪费时间在求别人。其实冷静想想，我的求学阶段之所以会这么惨烈，很大一部分是社会教育就是善良，多替别人做一些，多替别人想一些。孔融让梨，有没有人问过他是不是自愿的？我们站在别人的立场想想，社会上的特殊自省文化，让我们反诸求己，向内观察，消灭自我意识，有错就自我反省。为什么今天事情会变这样？一定是我哪里做的不够好。不过刚刚的故事，我怎么想破头了都不觉得我是哪里做错了什么。也许最后逃跑不是聪明的选择，但那个时候我已经累积了很多的创伤，有点像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只是它压断的是我对人群和群体的信任，以及我对女孩子之间相处的勇气。这个环境让我相信一切都是我的错，一切都是我咎由自取，认为自己应该妥协，应该把决定权交给他们。过度善良的代名词能换成胆小、自卑、懦弱，不愿意面对世界。当一昧的往后退，只会造成人性的劣根性，养成恶断不断的要求逼近的行为。拿道德绑架也好，拿爱之名也好，因为是烂好人，欺负你也不会被咬。工具人抱着一丝希望，觉得默默付出也许有一天会开花结果，但我想没有一个人会愿意跟工具结婚的，哪怕是电动按摩棒都没这个先例。更加上伤害是会累积叠加的，不会有人尊重工具，工具是拿来用的。当年高中毕业，很多长辈跟我说换个环境就好了。后来进入大学，我还是一样没有把身上的工具人标签给撕了。我想来我在开头第一天自我介绍的时候，就跟全班说谁的电脑网络有问题，我可以帮忙处理哦。怎么会笨成这个样子？所以谁都可以对我予取予求，连当初的好姐妹也不把我当人看，最后满身伤的离开。到现在我还是觉得自己不如人。当然我现在要讲的不是从此以后我们就可以去当个超级大恶棍，再也不体贴别人，天下都去死吧。不是这样，而是要学会什么人值得，什么人不值得。拿起镜子对着自己，值得的人就在那里。先问问帮忙会不会让自己不舒服，无论是心理上、生理上还是财务上，哪怕是一点点疑虑也不要。再问这个人的评价值不值得你牺牲。最后抱持着对方不会感激你，而你也不求回报的心情去完成这项任务。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核心重点，如果不舒服，请勇敢地说不，别让自己的慈悲变成了自己的卑微，共勉之。
总结一下，看这本书的时候其实很舒压，作者平易近人的口气就很像在看部落格。我不要再提什么无名小站了，我才不知道呢。如果你也有因为太善良，感觉全天下人都会找你帮忙，而你喘不过气来的时候，这本书我真的强烈推荐你可以看一下。而且举例丰富，故事满满，意外的很解气，也很疗愈。不管是想解除哪一种被霸凌的状态，都只能靠自己。书中提到一小段故事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蛇对上帝说：“我再也不想被人踩到了。”上帝回答：“你只要咬了第一个人，就不会有人敢踩你。”我们都为自己勇敢一次吧。最后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请用订阅代替掌声，或者按下大大的喜欢。心有余力的话，善用加入按钮，1个月75块钱，请我喝杯茶，支持我继续在这里分享一本好书给你。当然，分享我的影片或者加入我的 IG 和粉丝团都是一种支持方式。我会在线上随时等候大家的留言哦。没钱请小编，所以都是我自己回复讯息的，真的是我啊。那么我们就下个星期二晚上8点说书时间再见啦，大家拜拜呀！最后我真的觉得这本书太棒了，我会去问问看出版社愿不愿意让我做赠书的活动。那因为是事后论嘛，所以如果有的话，我应该会在 IG 抽奖给大家。那就去发了我的 IG 吗？就这样啦，拜拜，看看吧，好不好？拜托啦，拜托。